Hello， 大家好，我是老 P， 新的一期奶袋工厂说开始就开始。托鲁斯基1与托鲁斯基3分别登场于高达 W 以及高达 W 的剧场版，他们的驾驶员呢都是咱们最敬爱的大舅子哥。而这两款模型呢是有两个不一样的买家找我做的但是呢机会难得，咱们把这两款模型放在一起。托1呢是一个 RG 的通贩，托3呢是一个 RG 的 PB， 价格呢肯定是 PB 要贵一些。但是呢，实际上从整个外形上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的我觉得可以偏个弹幕喜欢托1的打1，喜欢托3的打3，打2的都拖出去口了那么实际上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更喜欢托1的这个设计。这个托1呢，实际上也不是最原本的这个 TV 版的设计它的那个盒子上就已经写了，这是托鲁斯基的 EW 版，在一些细节的分色上呢做了一些魔改，尤其是这些黄色分件的一些镂空结构我觉得做的特别的好当然了，现在也是出了 RG 托鲁斯基1的 TV 版的，就是原设的这么一个 RG 模型也是 PB，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没什么太大亮点我觉得这些黄色的分件真的是这款 RG 托1的一个最大的亮点而相比较来说的话，托3的话感觉整个机设其实是更还原于这个原本的 W 剧场版的这个托3，并没有做太多的魔改。颜色分色上面呢也没有像这个托1这些黄色分件这些特别跳跃的这些分色相对来说整个模型一体性是比较好的。值得一提的呢是这两款模型的买家都是要求我做一个消光，所以说实际上本来这个模型的漆面是这种类似于很光泽的那种白就是比一般的光泽白还要再光泽一些，但也到不了那个像是新安州那种光亮的外甲那种程度但也是非常亮的一种光泽白。而喷了消光以后呢，整个质感当然就完全变了这个我觉得看大家喜好，其实我觉得原本的那个光泽白效果也不错也不错。而提到托鲁基斯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里奥而这个里奥呢是在动画最初期的时候大舅子开的这么一台机体大舅子开这台量产的里奥呢，一上来就把这男主角给击坠了这男主角开着高达让一个量产机给揍了，自己还挺得意是不是？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款模型的细节为什么说我更喜欢托1的这个分色呢，就是像类似于肩甲像类似于手腕像类似于盾牌这些地方，这些黄色的这个分色我觉得做的特别的好，不夸张，戏份又很足。而这个托3呢，相对来说一体性是就是颜色设计的一体性会更高一些但是呢就是少了一些亮点两款模型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这个两款模型的武器托1的这个我记得是一款实弹的这个榴弹炮类似性质的这么一个武器，而这个托3呢是一把大型的这个光束武器盾牌上的设计呢，托1是一个最经典的类似于这个罗马决斗士的这个盾牌的这个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里奥也是这个盾牌的设计。而这个托3呢会变成一个盾牌的功能性并没有那么强，而更多的是增加了这个鞭子我记得应该算是热能鞭。这个鞭子呢，实际上看过动画的人也知道，这个是跟那个艾比安的鞭子作用是差不多的背包部分呢，感觉二者的这个差异并不是很大，除了这个颜色上。然而呢，由于托1的这个背包是白色的，白色呢就会显得比较壮一些、大一些而这个托3的这个就会显得稍微有一些小，所以说整体的感觉我感觉这个背包的话，托1的这个背包是更有力量感一些接下来呢，我们以托1为例来说一说这款模型的一些可动的细节首先呢，是这款模型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掀起这个裙甲，这个前方的喷射口就会弹出，大家有没有看出来？我们手动归位一下，掀起裙甲这个喷口会自动弹出，这也是这款模型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而这款 RG 的模型在肩甲部分呢，没有做成像 HG 那样有一个肩甲的独立的固定的卡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动胳膊的时候，这个肩甲也会动。HG 的里奥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动这个胳膊的时候肩甲不会跟着一起动它是有一个
它是肩胛是独立的插在里边的分件上，而这个分件是直接连到这个本体上，所以呢这个胳膊是一个独立的可动。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更好一些的啊。胳膊的这个设计呢也是，其实呢在初始状态这个胳膊就是一个微微弯曲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说是可以伸直的，这是在骨架上面就已经是这么设计的了啊。两款模型呢都是给出了驾驶舱的展开机构，然后里边全都是无人机啊，所以说假装有驾驶舱一样啊。然后这两款模型最大的一个卖点呢就是这个背包的展开啊。首先呢是我们要手动的把这两个侧面的背包给展开，之后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滑槽，我们呢把这个滑槽呢拉出。拉出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机构，就是这两片的这个背包的护甲会打开，另外呢上方的这个背包护甲也会打开，这样的话就会露出完整里边的喷射口。接下来呢我们将这个尾翼调整角度，然后呢整个的背包展开就是完成了这么一个状态。当然了，这里边的这个喷口的这些银色呢是需要自己进行补色的，大家也可以补成金色。托三呢就是给补成了金色啊，大家看自己的喜好。但是呢这个背包由于有这样的一个联动机构啊，所以也就导致了背包的这个外甲实际上有点松垮垮的，并不是非常的紧实，就是感觉这个模型的这个紧实度上会有一些手感上的问题。但是呢就算是这么松的话，这个扣都很难推下去啊，在这个实际操作中。所以如果说如果设计的更紧的话，大家就更难来实现这个联动的效果了啊。屁股后方的这个喷口呢也是可以像这样打开的啊，而且打开以后还可以像这样随意的调整角度。另外呢这个裙甲和这个大腿之间呢是有一个连接件，这个连接件呢实际上并不是连接的很紧，也是为了防止大家因为过度的这个把玩把这个连接件给弄坏啊。大腿这里呢是有一个膝关节的一个联动，就是在你这个屈膝的时候，这个护甲会顶出，但是这个护甲呢就是感觉稍微的孤单了一些啊，展开以后一片护甲在这儿孤零零的在这儿飘着啊。另外这个两款模型都是大腿根的这个关节啊特别的紧啊，所以在调整角度的时候啊非常的费事儿，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好力道啊，不然的话使劲的有可能会让这个连接件断掉。而两款模型呢都是将这个光束军刀呢收纳在了盾牌的内侧。提到这个光束军刀啊，这两款模型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他们都提供了常见的这种光束军刀的分件，而这个脱衣呢又额外提供了没有任何颜色纯透明的这么一个光束军刀的这么一个特效件。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小冰人了，左侧的呢是脱衣的这个大舅子哥，右侧呢是脱三的大舅子哥。脱衣的这个大舅子哥呢是这个 TV 版里边一上来戴着头盔的样子啊，我看不太清楚，应该是戴着头盔的那个大舅子哥。而脱三呢是剧场版里边这个长发飘飘的大舅子哥，我觉得啊肯定是大家会选择不带面具的大舅子哥，是不是？毕竟颜值就是正义啊。造型手方面呢，二者都是提供了这个掌形手啊、握拳手啊、实心的握拳手啊，以及这个握这个枪的这个手啊，实际上都是一对的啊，可以说提供的非常的全。另外呢，这两款模型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让我觉得非常不爽的地方，就是这个侧部啊连接这个盾以及这个枪的这个连接件。这个连接件设计的吧，就是这机械臂，我感觉它其实这个分件不少了，这个机械臂我感觉应该是挺灵活，但是当你真正在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怎么变这个造型或者姿势啊都很困难啊。所以说这机械臂可能是我没玩懂啊，但是我个人我是非常不喜欢这个侧肩甲的这个机械臂的啊。总结一下，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啊，这个 RG 的脱衣和 RG 的脱三呢，我更推荐买 RG 的脱衣啊，因为这个从这个分件设计的角度来讲，尤其是这个黄色分件这些组装时候的感觉啊，我觉得脱衣是有一种更精致的感觉啊，而这个脱三相对来说比较一般了，没有那么多让人感觉到眼前一亮的这些个设计了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就是喜欢脱三的造型，那么当然无可厚非，你就去买脱三就行了。好，今天的视频就这么多，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收藏投币，我们下次再见。
心の果てに光を求めて祈る言葉届けがあなたに囚われの羽が遥かな空へと向かう信じたいよ私たち孤独じゃない分かり合う絆の中離さない幸あり